这3岁小女孩跟随家人远行逃难，一路上历经4劫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最终却是身患重病，此时已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哎呦，我的小草咋还没醒？这该死的土匪没命的追，又恰逢天公作祟，害得我家小草发高热。要是再不醒来，我老婆子就得跪求佛祖了。娘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就让秋生去找点吃的来。小草是饿着了，这才昏迷不醒的。糟温的老天啊！小草可是咱们李家好不容易得来的孙女，要得病就让我老婆子得病，为什么要让小草受这罪？老四，赶紧去看看山上有没有野鸡，打来给小草熬汤。娘，你别急，我马上就去。你先把小草给我抱抱，我力气大，身上暖，小草才会好得快。也好，你皮糙肉厚的，确实是个天然暖炉。赶紧把小草抱在怀里，给它好好暖暖。你瞧这小脸冻得发青。小草，我是爹爹，别怕，爹爹抱着你，你很快就好了。也许是李秋生的声音太温柔，原本紧皱眉头、昏迷不醒的小姑娘，竟然在此刻流出了眼泪。不知道有多少年没听过爹这个称呼了。自从上辈子我爸妈离婚后，我就像一个没人要的皮球，被踢来踢去。你是幸福的，但同样也是可怜之人。小家伙，让我替你活下去吧。小草不哭，爹在这里呢。爹可厉害了，力气大，还会射箭打兔子。等你好了就带你去山上，给你抓小兔子玩。老四，你有小草是你的福气，不好好疼它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疼小草还来不及，怎么会不疼它？就在母子俩争论时，一道虚弱的声音响起：“爹爹。”娘，是小草说话了吗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咋咋呼呼干啥？是小草在叫你，我的乖宝，你总算是醒了，差点吓坏奶奶了。再不醒，奶奶就得叉腰骂老天爷，再去找那帮土匪拼命了。就在此时，一股不属于小草的记忆充斥脑海。原主也叫小草，是李家孙子辈最小的孩子，一大家子就生了这么一个丫头，从小便被家人如珠如宝疼着。就在半年前，天降大旱，土匪横行，为了活命，李家村集体迁移往南走。原主李小草发了足足3天的高热，最后被高热夺走了生命。娘，小草又笑了，看来是真好了。知道了，赶紧去抓野鸡，顺道摘点野菜来，吃完了好继续赶路。娘，我这就去。好闺女，你总算醒了，可吓坏娘了，来让娘抱抱。就在陶英英打算抱过女儿时，一抬眼就看到了洞口有只吃草的奶山羊，她吃惊地叫道：“山羊，奶山羊。”哎呦，媳妇，还真是，你抱着小草，我去把山羊扛过来，一会给小草挤点羊奶喝。原主这个爹不仅天生神力，而且还是个女儿奴，又疼老婆。既然成了他们的孩子，我就替原主好好孝敬他们。这只奶山羊就当做是见面礼吧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女，你就是个小福宝，不仅烧退了，而且还找到了奶山羊。奶奶，大家一起喝。奶奶都是大人，不喝，专门留给我的小草喝，谁敢抢，奶奶就揍他们。娘，小草说的对，大家一起喝，有了力气，跑得就快，要不然土匪再追上来，咱们一大家子可没力气收拾他们呀。奶奶，听娘的吧。好好好，小草说了算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家大业大，人口多矛盾就多。此时小草的二婶吴翠花开始作妖了。娘，奶山羊的奶够谁喝呀？不如把羊宰了炖肉喝汤，这样补充体力才快。没用的东西就知道吃，你是猪八戒投胎转世的呀！这一路走来，你偷懒拖延不说，这回还惦记小草的口粮，你还要脸不要？娘，咱们这人都快饿没了，谁还在乎脸呀？要是脸有用，儿媳当即把脸皮卖出去，换成吃的给大家补补身体。吴翠花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，你要造反咋地？娘别生气，翠花一向心直口快，没别的意思，她只不过是心疼大家。这几个月逃荒，连顿像样的饭都没吃到。不过你放心，这奶山羊是留给小草的，谁都别动。奶奶，煮羊奶喝。好好好，奶奶这就去。小草发了话，李老太太舍得把羊奶和米一起煮。就在煮饭的空档，李家2个半大小子正在拉着妹妹的手说话。刚转身时，就发现一棵小树下有只瘸腿的母鸡。只听得李家安一声高呼：“奶，有鸡蛋！我摸到鸡蛋了，是只母鸡。”憨小子，傻站那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回来！嗨，这俩憨子一嗓子把周围的人都叫过来了。我本无伤人意，但架不住会有人眼红下手。瞧瞧大家一个个像饿久了的狼，多吓人！奶，这是摸了妹妹才给找到的母鸡。嘉禾，记住了，这话别跟其他人说，省得给你妹妹找麻烦。为什么呀？李老太话还没说完，就见村里一个弱弱的老太太牵着2个瘦骨嶙峋的娃娃，可怜巴巴地开口道：“李姐姐，我家2个孙子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能匀1个鸡蛋给我吗？你放心，
我不白拿，我用野菜来换。唉，他未审，不是我不给匀鸡蛋，你看我一大家子10几口人，也是好些天没吃过饱饭了。尤其是我家小草，前2天还打了高热，险些活不下来。这好不容易找到的鸡蛋，我想留给他补补。李姐姐，不用太多，就2口行吗？你也知道我家情况，我家老爷子被土匪杀了，孝顺的儿子逃荒走散了，留下那个不争气的，除了扒拉我的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我不吃不喝没事，可不能看着2个孩子被饿死，行行好吧？奶奶，我饿。嗨，不是我心狠，而是大家都难。一旦开了这口子，谁有困难都来找我们李家，就怕生米恩，斗米仇啊！奶奶，我头好痛痛。小草，我的小草，你怎么又头疼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李姐姐，求你了，求你换点吃的吧，我用1篮子的野菜换，不白吃你的。这片空地在哭哭闹闹，也是惹得周围不少人议论纷纷。这魏婆子年迈体弱，还带着2个3岁的孩子，这该怎么活呀？活不活的都看命，谁让他没养出个好儿子？再说了，李家老太是好惹的人吗？就他家老四李修生那大铁鸽子，一拳能打死1头牛。你说他找谁不好，偏偏找上了李家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帮点忙咋了？再说人家又不白拿。哼，奶奶，这些婶婶们是要把自家粮食送给魏奶奶吗？小草，你还小，人家不是这意思，他们只是想让咱们家拿出粮食而已。奶奶，可咱们家没有多余的粮食呀，为什么要逼咱们救助魏奶奶？他们不是大人，不是很好心的吗？难道都是装的吗？小草，你个小丫头肯定不懂了，他们这是拿咱们家的粮食给人家挣名声呢。哼，站着说话那几位，怎么不把你家粮食拿出来？这般的逼我们家算怎么回事？这个二婶还不错嘛，关键时候还能当个嘴替。各位婶婶，我二婶难道说的不对吗？你们为什么不拿粮食救魏奶奶和弟弟呢？去，大人说话，你个小丫头片子插什么嘴？魏婆子都求上你家了，你不给点粮食，你良心能过得去吗？来，你到我这来跟我说，欺负小草算什么本事？眼看2个人要打起来，就在这时，一个高大威猛的身影忽然出现，只听得一声暴喝：“谁在欺负我家小草？给我站出来！”这村子的人都忙着逃荒，生怕到手的粮食被外人分走一点。然而总有那么1、2个奇葩，喜欢拿别人家的粮食做人情。老四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再不来，这狗蛋娘能用唾沫把人淹死。顺道跟你说句，狗蛋娘要拿你家小草的口粮做人情。什么？狗蛋娘？这是不是真的？谁要抢你家小草的口粮了？魏婆子带着孩子来换东西，你们家有多余的，换给她多好，一来能积德，二来又给你家小草积点福，保佑她不再发高热。我呸！这种好事你怎么不去做？现在是在逃荒，你说换就换，魏婆子又不是没有儿子，她老娘和孩子饿肚子，她不去找点补身体的东西，非要把自己老娘推出来装可怜，我同情，丢不丢人？我家要是有鸡蛋，早就换了，还需要跟你在这浪费口舌？我说李婶子，你也是当奶奶的，就换个鸡蛋，又不是要命，磨蹭什么？李老太不理睬在那上蹿下跳，充当好人的狗蛋娘，扭头对自家老四说道：“老四，你去把魏家老三拎过来，当着魏婆子的面打折他的腿，再丢给前方收奴仆的管事。听说壮年劳力一次能换30斤小米，外带几个鸡蛋，够魏婆子和2个孩子吃了。”娘，我这就去。我的个乖乖，李婶子，你这也太心狠了，不给鸡蛋就算了，还要打折魏老三的腿，你这是逼魏婆子和孩子去死啊！狗蛋娘，你这么热心肠，要不你把魏婆子和2个孩子带回你家，把你的口粮给他们吃。这又不是我娘和孩子，我憨吗？还去养着他们？你不憨，难道我们李家人就都是憨的吗？魏婆子又不是没有儿子，现在他祖孙3人饿得走不动道，那就直接把废物老三换了粮，他们3人还能活一段时间。老四别愣着，赶紧去啊！好的，娘。李姐姐，我们不换了，求你别让你家老四把我儿子换粮食。魏婆子，不是我心狠，而是现在大家都难，你哭求我们，不如去找你儿子，他到底是你生的，养育你和孩子也是应该的。不换东西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去，不劳烦李姐姐管教我家老三了。抬手的事，不麻烦的。要是你管不了魏老三，我可以让我家秋生给他松松筋骨，不用一盏茶功夫，他就会像狗一样忠诚。高，实在是高呀！这就是常言的打蛇打7寸，
奶奶也太给力了。奶奶，我爹力气大，要是给人打坏了咋办？不如这样，找个绳子拴起来，递给魏奶奶，让她牵着，一来能当劳力，二来还能护着他们祖孙上下3人的安全。这个主意不错，老四，赶紧帮你魏婶子把不听话的儿子拴起来。这就去。回来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，我这就便走。看着刚才还哭哭啼啼、浑身无力的魏婆子，现在拽着2个孙子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李老太旋即狠狠地瞪向狗蛋娘，看到了吧，人家力气大着呢，下次再想做好事、当好人，先擦亮你那双招子，省得被人打折了腿。我们继续赶路吧。赶路喽！这李家惹不起呀，根本惹不起。赶了1天的路，众人都是有些疲惫了。他们在一条小河边驻扎，李老四带着自家闺女小草在河边洗漱，而小草则是趁机放了几条活鱼到水里，随即扯着自家老父亲的胳膊小声问：爹爹，你看有鱼？哎呦，还真是鱼！小草，你站远点，爹爹给你捞鱼吃，顺便去让你娘拿个桶来。我知道了，爹爹。老爹够聪明，知道有鱼不大声叫出来，今天晚上有鱼汤喝了。娘，我们在前面河里发现了鱼，你给我拿个木桶。发现了鱼，有多少啊？娘，小声点，被别人听见就不好了。娘不叫了，娘这就给你拿木桶去。小草跟自家老娘在讲悄悄话，而另一旁时刻竖着耳朵偷听消息的二婶吴翠花见状，便阴阳怪气起来。这有些人呀，看似是一家人，其实跟咱们隔着一条心呢。有什么话非要藏着掖着，不说给我们听。四弟妹，你是不是背着娘藏东西要偷吃呀？二婶婶，我娘没有偷吃，你别冤枉人。小草，你是小娃娃，你娘说什么你就听什么。要想证明二婶说的是错的，那你跟大家说说，你和你娘在说什么悄悄话。二婶不该操心的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哟呵，哎呦，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呢？奶奶，二婶说她浑身的力气没地方使，让你给她安排点活干。老恶家的，你没事干就给我去捡柴，要再偷懒，今晚就别想吃饭了。娘，你偏心，明明都是儿媳妇，为啥四弟妹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得到你的喜欢？我什么都干，你却不喜欢。你要能给我再生个小草出来，我把你当祖宗供。娘，大白天的你说这话，你是要羞死我吗？老二，赶紧带你媳妇去捡柴，再听她叽叽喳喳，我连你的口粮也都扣了。吴翠花，你吵什么吵？赶紧跟我走！吴翠花典型的嘴巴厉害，胆子小，见自家相公冷着脸，满脸悻悻地跟在他屁股后边去，但他心里还是不服气。哼，真是偏心偏到家了，婆婆肯定给老四家开小灶了。不行，不能便宜他们。当家的娘肯定给老四家开小灶去了。你也是娘的儿子，凭啥只偏心他们不管你？要不咱们偷偷去看看？多干活，少说话。李老二，你就是个木头，活该不招娘待见。再吵，我休了你。你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这是为了谁呀？给我闭嘴！李老太可不管老二2口子的小官司，他跟着小草来到河边，当看见木桶里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时，震惊到赶紧搂着小草就是一波嘟嘟。我的小草真是个有福气的娃，这打个水都能捞到鱼。你不是老天的闺女，还能是谁的闺女呀？娘，小草是我的闺女，怎么是老天的呢？小草，赶紧帮爹抱着鱼，今晚给你单独炖鱼吃。老四，你个臭小子，小草才多大，能抱得住这么大的鱼？你自己拎着，我牵着小草给奶山羊去拔点草吃。娘，一定要照顾好小草，她身体才刚好点。知道了，别啰嗦。李老太带着李小草去给奶山羊拔草吃。同一时间，有几辆马车出现在空中，从马车上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，为首的则是一个穿着细棉布的管事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谁家缺粮缺穿的，可以来我这边登记。这怕不是要收家丁奴仆，好伺候富贵人家的少爷小姐吧？只是那么大点孩子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照顾别人？这糟心的世道，人活的都不如动物。唉，小草，跟紧奶奶，可千万别被这些管事浑水摸鱼给带走。他们呀，心肠狠着呢，不是自家人不心疼。奶奶，你说咱们村会有把家人送去伺候人的吗？怎么会没有呢？瞧着吧，一会就有人用家人换粮食了。与其跟着他们饿肚子，那些过了今天不知明天的，还不如去大户人家，好歹还有口饭吃。奶奶得跟我爹说一声，看好哥哥们，小心被人给带走。走，咱们这就回去。李老太果然猜得没错，在他们抱着草往回走时，就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爹，别把我送去伺候人，我可以少吃点，
求你别送我。杏花，你跟着我，我也没出路，还吃不饱肚子，就放心的跟着管事去吧，好歹能有个安稳日子。对了，人家承诺给40斤小米，你就当为了爹娘和弟弟，赶紧去吧。爹，我不去，我很能干活，我能找野菜，也能找喝的，求求你留下我吧。你们商量好了吗？要再磨蹭，我们可就招别人家的了。哟呵！哎呦，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！商量好了，带走杏花吧。我家这姑娘都快急干了，长得也敦实，手脚麻利的很，管事收下她绝对不亏。杏花，不是娘狠心给你找新家，而是不舍得你受苦啊。咱们现在是在逃荒，没吃没喝的，还会遇盗匪。你是姑娘家，更吃亏。跟着管事就不同了，有吃有喝还安全。去吧，娘，我宁可吃苦受累，我也不想离开娘。没了娘的孩子是根草呀。够了，给你福气你就接着，哭哭啼啼做什么？管事可以带走了。来人，带走这位姑娘，给她娘40斤小米。是。无论杏花如何哭，都改变不了去豪门大宅当丫鬟的命运。管事在狗蛋娘这来了个开门红，接下来招收丫鬟书童就更方便了。你家孩子这体格子上顿了吧？怕是饭量不小啊，这恐怕没有人家肯要啊。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，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是人家把孩子早当家。而这一幕也全都被李老太看见。此时李老爷子也是带着老大老三一家从后路赶了过来。老头子，你们可算是赶过来了。你看那边管事收小孩的多可怕，咱们家就是饿死也不能把孩子送去大户人家伺候人，这骨肉分离的，可能到死都见不到了。尤其是老二媳妇，你给我管住嘴，但凡有点小心思，直接给我掐了。娘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是馋，但心不狠呀。孩子是我怀胎10月辛苦生下来的，我都舍不得训斥一句，凭什么伺候别人？再说咱家又不缺吃的。这还像个人说的话，都警惕些，把孩子照看好，一个都不能少了。家有小草，吃喝不愁，这孩子更不能弄丢了。娘，嘉禾、嘉喜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什么？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，看好家里的孩子，你们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。我们很小心的，但孩子调皮，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。老四，你力气大，跑得快，带着老二、老三去追马车，指不定他们把嘉禾、嘉喜当别人家孩子给带走了。知道了，娘。李老四带着2个哥哥，手拿木剑，拔腿就追。而空地上，李老太则是抱着小草，耐心等待着。奶奶，不要担心，爹爹很厉害的，一定会带哥哥们回来的。我相信你爹的能力，我现在愁的是咱们的奶山羊，指不定有人在打他的主意。娘，这不是很好办吗？趁着老四他们外出，咱们把羊宰了，配上今晚捡来的鱼，炖上满满一大锅。等他们回来，咱们全家开动，吃进肚子里，谁也不会跟咱们抢。我都好久没吃过羊肉了，现在在逃荒，带着奶山羊行走不方便，还会招人惦记，不如吃进自己肚子，比什么都强。吃，你就知道吃，这奶山羊是给全家人补身体的，你现在吃了，那往后咋办？饿着肚子被人抓吗？哼！娘，你别生气，二嫂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你看看四周多少双眼睛盯着，老四在他们不敢乱瞄，但老四离开这么一会，就有不少人看向咱们这里了，不如一起炖了。我何尝不想给大家补，可接下来咱们前途未知的，谁知道是走陆路还是水路？要是没东西就得饿死。小草，你说奶奶该怎么办？奶奶，你问问阿爷吧。其实这头奶山羊是我从空间里放出来，给大家当精神支柱，顺道提供营养的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个奶山羊是个祸害，不如炖了，等有机会再放一只出来吧。行，那我去问问你爷。小草开口，李老太哪有不答应的，跑去跟自家老头商量。李家老头平时就不是个管事的主，听到要宰山羊当晚饭，他装作不管几事的模样。你看着办吧。你除了这话，能说点别的吗？那就清炖吧。你个死老头子，3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指望从你这听到想要的，那是白搭。白搭也过了一辈子了，现在反悔也没用，赶紧让老大把羊收拾了。等下一个落脚点，咱们找条凶狠的狼狗带着，就没人敢打咱们家主意了。这还像个话？李老太欢欢喜喜吩咐老大宰羊。一番忙碌后，羊肉和鱼肉一起被端了上来。而另一个好消息，李老四他们带着孩子回来。娘，我把孩子带回来了。这2臭小子还真被人误认为是不要的，打算送去府中当小书童。回来就好。吃饭前先带他们2个去隐秘角落，请他们吃顿竹板炒肉。吃饱后再带回来，
喝点鱼汤，天天缝隙。阿奶，我们错了，别请我们吃炒肉。阿奶，我们再也不乱跑了，千万别让四叔揍我们，要不换个人行吗？四叔这块头我不适应。你们就是说的天花乱坠都没用，竹板炒肉不能少。老四，还不快去！妹妹，快救救我们啊！奶奶不吃竹板炒肉，吃鱼。好好好，就听我们小草的，今天姑且放过你俩。老四，还不把2个臭小子带回来吃饭？来了，娘。嘻嘻，谢谢妹妹。李家这边晚饭十分丰盛，而狗蛋家晚饭只有几个面饼和一锅能照出人影的小米粥。狗蛋娘当场抱怨起来：这同样都是逃荒的，你瞧瞧李老太家有鱼有肉，可再看看咱们家干饼子配小米汤，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人吃的。我说刘树根，你也是窝囊，连只野鸡都抓不来，害得我们娘几个饿肚子。闭嘴！你要嫌弃我窝囊，现在就嫁给李老四去，他壮得跟头牛似的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，保准你天天能吃香的喝辣的。你胡扯什么？自己没本事，冲我发什么火？早知你这么窝囊，我当初就是嫁给人做妾，也好过当你的糟糠妻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过不了，现在就活离！你把我的闺女送了人，这账我还没跟你算呢，你竟然跟我翻后账！好呀，咱们今天一次算个清。算就算，你以为我会怕你？你要是有点本事，杏华就不会被送走。归根究底，都是你没用导致的。你要有点用，咱们也不需要逃荒，直接去大城镇落户，也好过这没着落的到处乱跑。菲菲、爹娘，你们不吃我就吃了。你还有什么脸吃？要不是为了你捡杏花能被送走？娘，爹他凶我。敢凶我家狗蛋，刘叔跟我跟你拼了！狗蛋家闹得不可开交，大家看着热闹，吃完了饭，李老太堵住小草的眼睛，柔声哄道：小草，不看他们，咱们赶紧睡觉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奶奶，我不看。这才乖。狗蛋娘啊，就是个不知足的。当年她是咱们村里的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，眼看就要被送去给瘸子当媳妇，是刘树根上门求娶她，给了她一条活路。谁知到头来，她竟然倒打一耙。奶奶，这是不是叫忘恩负义？哎呀，我的小草真聪明，竟然还知道忘恩负义。没错，就是忘恩负义。像这样不知道感恩的，竹板炒肉得多来几次。可惜那刘树根心软手善，下不了手，导致他家杏花被送走。嗨，这一辈子别想着再见面了。奶奶，不要皱眉头，我心疼。哎呀，我的小草真贴心呀！今晚奶奶抱着你睡。娘，你刚才说让我抱着小草睡，今晚怎么又变卦了？你说啥？给我一边去！还反了你了，信不信我揍你？赶了一天路的众人都早早睡下了。到了后半夜的时候，小草被一趴尿给憋醒，刚睁眼便听到有人在自家驴车附近说话。我说高杆，你找到东西了吗？这小萌娃为了登上去往京城的大船，竟然用奶山羊当鱼饵，谁料竟然真钓到了一个有钱人家的管事。没找到吗？白天我明明看到有一大堆东西，怎么晚上就找不见了？高杆，你赶紧再翻翻，说不定藏起来了。胖子，你速度快点，再磨蹭下去，被李家老四发现，咱们会被打死的。谁人不知，在李家村最不敢惹的是李老四，他就是个莽夫，说打人就打人。闭嘴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赶紧找！竟然是2个小偷，我得赶紧叫醒他们。不要抓我，奶奶，我好怕。李小草佯装做了噩梦，扯着嗓子喊。本就睡得不熟的李老太立马睁开眼，看着怀里没掉一滴眼泪的孙女，心疼坏了。小草，没事了，奶奶在，奶奶在。奶奶，咱家驴车旁边有人。有人？天杀的，竟然赶上我家偷东西！老四、老二，抓住他们！不好，被发现了，快跑！李胖虾，竟然是你！好啊，敢偷东西偷到我这里来了。老四，别打我，我们是真饿了，这才上你这来找吃的。是啊，老四，我们已经有4、5天没好好吃顿饭了。看你们家又是鱼又是羊肉的，这才寻思着到你家找点吃的。我们错了，放过我们吧。在村里，你们2个就好吃懒做，经常逛东家偷西家，糊弄过日子。看在是一村人的份上，大家睁只眼闭只眼。现在大家都在逃荒，你竟然还打我家粮食的主意，找打是不是？老四，我们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过我们吧。我们保证就这一次，从此后金盆洗手，做个好人。
这两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发誓跟放屁似的，没丁点用。我略微出手揍一顿算了。李老四在心里琢磨好，把两人拎到隐蔽角落，好好教育了一番。而空地上，李老太紧紧抱着李佳音，心肝宝的叫着：“小草，奶奶的小福星，要不是你叫了这么一嗓子，咱们家的粮食早被人给偷光了。饿吗？奶奶给你单独做点夜宵吃。”奶奶，我不吃，都给奶奶吃。我的好小草，奶奶这是提前享你的福了。娘，你要做宵夜吗？顺便给我也带一份。今晚炖的羊肉我都没吃几块就没了，刚好我这回饿了，还能再吃半只鸡。翠花，你走近点跟娘说，娘没听清楚。这个老二媳妇成天就记着吃，今天不给点教训，下次还不长记性。娘，你真要给我加餐呀？好好好，我这就凑近点。我今晚特别馋，要是条件允许的话，再煮2个鸡蛋就更好了。二婶只顾着吃了，没看到奶奶黑沉沉的脸，她要遭殃了。哎呦，娘，你揪我耳朵干啥？不是要给我加餐吗？加餐，加餐，你成天除了吃还能干什么？娘，老话说能吃是福，我得多补补，到时再给你生个小孙女，让你老人家开心开心。没皮没脸的玩意，还不滚去守夜！守夜？我可是个妇道人家，守夜很危险的。娘，你还是让老四去吧，他体格子大，夜里来了狼都不怕。二婶，你是不是对奶奶不满，才处处跟奶奶作对呀？小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哪对娘不满了？我这是实话实说。我要是有你爹那把子力气，不用你奶说话，我就主动去守夜。可我不是没你爹的力气吗？所以才让你奶给我做点夜宵补一补。吴翠花又一次让李小草刷新新认识，她呆愣几秒，然后拉着李老太的手说：“奶奶，二婶婶现在不需要补身体，而是要补脑子了。”小草说的对，你二婶也该好好补脑子了。吴翠花，从明天起，你一天就吃1顿，每顿半碗，净肠子，好把你脑子里的废物都排泄出去。啊，娘，你不给我做宵夜了？老四，借你的拳头用用。娘，我错了，我不吃了，我现在就走。昨夜的粮食风波很快被接住，又连着赶了3天路，总算到了一处码头。李家众人以为好日子要来，谁知被码头上的一幕震惊到合不拢嘴。老大爷，求求你们烧我们1成吧，只要烧我们1成，我们就是当牛做马都愿意。醒醒后，我的孩子病了，需要看大夫，就烧我们1段路程，走1段。去，给我一边去！没钱还想登船？奶奶，我好害怕。不怕，有奶奶在，大不了咱们继续走陆路。老四，你们记得带好孩子，千万别被挤下水。娘放心，孩子我看着不会出事。娘，咱们先换个地方歇歇脚吧，这里人多水急，容易出危险。行，先做饭，再想想办法。一家人选了一块较为宽敞的空地，老三媳妇赵玉玉帮忙做饭，而李小草坐在李老四肩膀，怀里抱着一只下蛋的母鸡。小草，别担心，爹爹一会去问问，今晚咱们就能坐上去往京城的船了。爹爹，你说咱们能不能用东西换上船的机会？小草，咱们家底就那么点，也没拿得出手的，咋换登船机会呢？爹爹，你说咱们再找只奶山羊咋样？这个倒是可行，但这上哪去找？人都饿得吃土了，奶山羊就别想了。那咱们去那边转转吧。那边是芦苇荡，野鸭子可能有，但奶山羊恐怕没有。不过谁让是我家小草提出的要求？爹爹现在带你去。老四，你要带小草去哪？去芦苇荡那边转转，一会就回来。那你可要小心些，这小草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，这才让老四带过去。不愧是我的孙女，从小就这么警惕聪明。小草父女俩趁着逛芦苇荡的功夫，不仅捡到了1头奶山羊，而且还收获了1窝野鸭蛋。两人前脚刚回到家人歇脚的地方，后脚有一艘大船停靠在码头，接着一个管事模样的男人匆匆走来。娘，你快看，有人从船上下来，向咱们这边走来了。还真是，看看他们要干啥。老人家，我们想买你家这只奶山羊，要银子还是要粮食？你开个价吧。这奶山羊难道是小草用来钓鱼的鱼饵吗？娘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赶紧把羊卖给人家，到时换点钱，咱们好乘船去京城。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着你做主。老二，把你媳妇给我带一边，堵住嘴，别成天叽叽喳喳吵得人心烦。我知道了，娘。娘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家好，老四运气好，下次肯定能找到更好的。赶紧把这只卖给人家管事，咱们好花钱登船呀。我当初怎么就没擦亮眼睛，给老二找了这样的媳妇，作孽呀！这位管事老爷，冒昧问一下，您要山羊做什么？
我家小姐不到半岁，家里带出来的奶娘晕船了，这几日食欲不振，没了奶水。夫人急得不行，正好在船上看见你们这儿有只奶山羊，就吩咐我们买回去。娘，您看看卖不卖？管事老爷，奶山羊我可以送给你们，但我有个想法说给你听，你看看成不成？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，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孙家的孩子早当家。不知大娘要说什么？管事老爷，咱们相遇是缘，你们有船，我们有奶山羊，各取所需。若是不介意的话，能不能捎我们家人一程？管事老爷，我能洗衣做饭，而且我家祖上出过御厨，我得了几分真传，做的饭菜又好吃又干净。我力气大，一人能抵4头牛，但凡有重活，叫我准没错。要是遇到找茬的，我的拳头从不会软弱一分。我也能洗衣做饭，缝缝补补。我在没逃荒前，在镇上当过账房，平常有什么账要算，都可以交给我。没看出来呀，我家人都是宝呀。管事爷爷，我是小娃娃，我能哄小小姐玩，就让我们登船吧。管事在李老太开口前，心中已有了猜测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家人个个卧虎藏龙，但他只是一个管事不能做主子的主，只好开口道：老姐姐，这事我做不得主，得回去跟主子说一声。只是主子这会可能睡下了，明儿一早我给你们答复，如何？那就劳烦管事老爷了。管事叔叔，这只下蛋的金母鸡送你，千万求您替我们美言几句，我们家人都很能干的，夫人让我们上船，绝对是赚到了。好，我尽力。希望借我们小草的福，让咱们一家早日登船。奶奶，我们一定能上船的。这又是送母鸡，又是送奶山羊的，要是上不了船，这玩意还不得打了水漂？哎呦，心疼死我了！这一晚，李家全家上下，除了吴翠花外，一颗心飘呀荡呀，没着没落。直到管事再次出现时，他们的心才总算落回了肚子。老姐姐，我们夫人答应了，你们快收拾东西跟我上船吧。老天保佑，我们一家人总算能上船了。小草，奶奶抱你。老四，你们赶紧收拾东西上船。老二，记得把毛驴给卖了。知道了，娘。我的小草真是福星呀，总算不需要靠腿走去京城了。上船，三弟妹抓紧孩子，可别掉队了。我一手一个，不会丢的。我姓王，你们可以叫我隔壁老王，也可以叫我王管事。从今开始，你们一起都得听我安排，不能随意在船上走动，也不能大声喧哗。我家夫人喜静，都听王管事的。对了，你家这个小草长得机灵可爱，一会沐浴后，我家夫人要见她。好，记下了，都记下了。管事老爷，你家夫人要见孩子，不如再带一个男娃。我家佳喜从小活泼好动，又嘴巴甜，说不定能逗夫人开心呢。这富贵人家的夫人出手大方着呢，不能让李小草一个人占了好处，我儿也该沾沾喜气。不好意思，我家夫人的命令我不敢违逆，我先走了。管事老爷，你别走呀，我家吴翠花，你在擅作主张，我把你丢河里去。娘，别呀，我这不是让佳喜见见世面吗？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奶奶，你别骂娘，要骂就骂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你娘糊涂，关你何事？憨孙子当孝子没错，但要当个愚孝的孩子，就是你的错了。回船舱跟你爹好好学学写字去，别成天被你糊涂的娘给带坏了。好的，奶奶。李老太把二儿媳想占便宜的念头扼杀在摇篮里，又快速的给李小草洗漱干净后，便去见了夫人。多谢夫人允许我们一家人上船，夫人请放心，我们一家子一定安分守己，不会给船上惹麻烦，也会竭力报答夫人的恩德。举手之劳而已，没必要这么客气。这就是你家的小草吧？长得还真是浴血可爱，我见了也心头欢喜。这个长命锁就送与他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夫人能让我们一家人搭船，我们感激不尽，怎能还白拿夫人的长命锁？谢谢姨姨，这个长命锁就留给妹妹吧。这孩子我越看越喜欢，今年有3岁多了吧，模样可爱，说话也好听。接下来几天就劳烦你跟我家小宝多相处，这几日可真是苦着他了。妹妹可爱，我喜欢妹妹。姨姨要是不介意，这个小兔兔给妹妹玩。这小兔子是奶奶送的，小娃娃肯定会喜欢。只要小娃娃开心了，这位夫人就会开心。往后我们一家子在船上的日子就更好过点。这小兔子可爱，那我就带你妹妹收下了。这长命锁你拿着吧。谢谢姨姨。就在几人谈得十分投缘时，那个被奶娘抱在怀里的小娃娃忽然脸色发青，喘不上气来。李小草见状，赶紧喊了一声：“哎，
姨，小娃娃可能被噎着了。夫人别着急，我来帮帮小小姐。天哪，竟然是这么大一颗珠子！奶娘，你是如何照看孩子的？让不到半岁的孩子生吞珠子，幸亏发现的早，要是出了事，你能担待得起吗？夫人，是奴婢的错，求夫人恕罪，别赶奴婢走。姨，不生气，这位奶娘的嘴巴都长燎泡了，可见她在妹妹吃不着奶时也是格外担心。而且小妹妹已经习惯了奶娘，要是这个时候赶奶娘走，小妹妹饿肚子该咋办？夫人，请夫人再给奴婢一次机会，奴婢会更加尽心照顾小小姐。等小小姐适应羊奶后，您再赶奴婢走也不迟。看在小姑娘替你求情的份上，我就暂且饶你一次。要是再不尽心尽责，别怪本夫人不念旧情。奴婢记下了，托了小姑娘的福，要不然我被赶下船后断了生机，也就没有活路了。这次真是多谢小草了，这100两银票你拿着，就当给你添妆用。夫人不必这么破费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这是你们应得的，要不是小草喊了一嗓子，我家小宝恐怕就要活不成了。拿着吧。那就多谢夫人赏赐了。谢谢姨。李小草无意间救了小小姐，得了100两银票。同一时间，他的母亲陶莺莺利用祖传厨艺，用美食俘获了夫人的心。此后，他们一家人在船上过得风生水起。谁料6天后，二婶吴翠花跟着丈夫下船采购时，碰到了一个叫花子。大爷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点吃的。竟然敢在爷面前要吃的，胆子不小呀！想要吃的是吧？我这就满足你。啊，好疼！哪来的叫花子，还不给老娘走一边去！差点弄脏老娘的鞋子。大姐，我不是叫花子，我是二狗子呀。二狗子，你怎么会在这？你不是跟爹早就逃走了吗？李老二见自己媳妇吴翠花拉着一个乞丐，满脸关切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自己那个不上进且自私自利的小舅子，顿时脸色难看起来。吴翠花，赶紧走，别磨蹭，王管事等着呢。相公，你看看这是谁？我弟二狗子呀，快来搭把手，把他带去船上。哎呦，大姐，我肚子好疼呀！刚才那一脚差点把我给踹没了。相公，快来看看二狗子这是怎么了？这世上跟二狗子相似的人大有人在，你别被他骗了。当初跟二狗子逃荒的还有咱爹，这边连爹的影子都找不到，就更不能确定他是二狗子了。赶紧走，别耽搁正事。姐夫，你别走呀，我真是二狗子。哼，你要真是二狗子，那咱爹呢？救命啊！姐夫，姐，爹在路上被那些抢粮食的土匪打死了，幸好我碰到了你，否则我也会步爹的后尘。姐，快给我弄点吃的，我都饿了3、4天了。哼，猫哭耗子假慈悲的，死的可是他的亲爹，连哭都是应急眼泪，这个小舅子可不能要。你说爹被打死就打死，翠花别听他的，咱们赶紧走。可惜吴翠花领悟不了丈夫的意思，一听老爹被人打死了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那你把爹给埋了吗？立碑了吗？以后要找回去，把咱爹接到祖坟呢。人都死了，埋哪里不是埋？我连口饭都吃不上，哪来的力气给他立碑？你真是，走，我带你上船。翠花，这来路不明的人，咱们可不能带上船去，要是染了病怎么办？给他一个馒头，咱们回去复命。姐夫，我真是二狗呀，你还不信？我现在就脱衣服，你看看我屁股后面有没有个狗啃的印子？相公，他就是二狗，就是我弟弟，别再迟疑了，赶紧带他上船去，有什么话咱们船上说。姐夫，求求你了，别丢下我！你难道忘了当初你是如何答应我爹的？不管何时何地都会照顾我。你少跟我扯这些，上船可以，但得约法3章，只要你能办得到，就跟我们走。要是做不到，不用管事开口，我家老四自会打断你的腿，丢你在甲板上，让你一辈子都上不了岸。这李家老四可不是个普通人，他一拳能打死牛，就我这小身板还不够人家一指头呢。先假装听话上船到京城，往后的事慢慢再说。姐夫，你放心，我保准乖乖听你的话，要是不遵循规矩，你打死我都行。相公，二狗都答应了，咱们赶紧上船吧。记住我说的话。此时小草跟着李老太在甲板上欣赏美景，却不知道二婶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大惊喜。她正指着河面上的鱼，逗得李老太直笑。奶奶，这鱼肚皮都翻过来了，他们是吃撑了吗？小草说的对，他们就是吃撑了。等到了京都，奶奶给你买2只小狗陪你玩如何？好好好，我要小狗狗。娘，你看我找到谁了？怎么是这个煞神？这就是个货头子，把他带上船，偷拿人家东西咋办？大娘，是我，吴二狗呀，我可算是找到亲人了。还真是巧，能在这碰到你。你爹怎么没跟着你？你这做儿子的有点太不孝顺了，怎么能把你爹丢下？老恶家的，给二狗子给点吃的，送他跟他爹去团圆。娘，
我爹被土匪打死了，二狗没家可归，今天刚好碰到了我，求你收下他吧，我就只有这一个亲人了。这个吴二狗眼神乱瞟，一看就是个不老实的货，平时可能手脚都不干净，要是摸到夫人的船舱里，可就麻烦了。奶奶，管事爷爷说，上了他们的船，凡是没有相处过的、不知底细的，要丢到底层船舱里绑起来，先适应几天时间才能放出来。小丫头，你说啥呢？这可是你舅舅，怎么能丢在底层船舱里？那是人能住的地吗？怎么还想打小草吗？吴翠花，这话在咱们一家人上船时，王管事就提醒过，前2天有个不听话的，就丢进水里喂鱼了。你要试试，娘便成全你。这一家子都不是好惹的，我姑且先忍一忍，等下了船，我想咋耍就咋耍。嘿嘿，姐，就按照大娘说的办，不就是船舱吗？还能比破庙破旧吗？大娘，多谢救命之恩呀！二狗，姐今晚给你带点肉来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别拿老二和孩子的那份，要是让我发现了，就把你送去当丫鬟。知道了，娘。在李小草的提醒下，吴二狗成功被关在底层船舱，度过了艰难的6天时光。船总算行驶到了京城码头。到了要分别的时候，王夫人很是不舍。老太太，我家虽然不太富裕，但够养活你们一家，要不随我去家里？多谢夫人的美意，只是我们这一大家少数的10来口人，加上我大儿子游学在外，我们要是住在夫人家，到时我大儿子又不太好找。真是我眼拙了，竟然没看出老太太养育了这么优秀的儿子，真是对不住，险些好心办了坏事。不知者不怪，夫人的一片善心我记下了。夫人慢走，为奴为婢不是我李家人的归宿。王夫人是心善，但进了王府，谁知道里面有多少事等着呢？更何况我大儿子要科举，家里更不能拖他后腿。奶奶，我们现在去哪？先找个落脚的地方，然后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。现在京城定居下来，等你大伯有了消息，咱们再做打算。逛京城咯。这就是京城吗？幸好坐船，要是不行，得走到何年何月去。娘，等咱们落脚京城后，我去酒楼铺子应聘账房，挣钱补贴家用。这京城距离舅舅家不远吧？是不是找个马车或者商队，咱们搭伴同行？就是现在雇车也来不及，先找个落脚的地方，让咱们家小草看个够。一家人结伴走进街上，左看看右瞧瞧。就在这时，吴翠花忽然叫嚷起来：“老二，你在哪？相公，你看见二狗子了吗？刚才还在我身边呢，怎么一眨眼功夫不见了？他一个大活人还能给丢了？一会再找也不迟。我不想活了，我唯一的弟弟丢了，你都不帮忙，你太狠心了。你别闹了行吗？丢不丢人？老二，你带着老四去找吴二狗，不管他在干什么，给我揪回来，然后打断他的腿，让你媳妇背上走。娘，那可是我的弟弟，你怎么能打断他的腿？这是要他的命呀！他的命是命，难道我们的命就不是命？让他搭船就已经是我们的仁慈了，现在敢乱跑，要是惹出事，把你抵债都不够。二狗不会惹事的，他就是心思活络点而已。娘为什么不信他？狗改不了吃屎，你们两兄妹什么德行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告诉你，吴翠花，这是京城，一砖头能砸死不少贵人的地方，不是乡下。要是二狗子得罪了贵人，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奶奶不气，等找到二狗舅舅，给他找个活干，消磨了他的精气神，他就没力气乱跑了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到时连吴翠花一起丢过去，有份正经的活干，也好好磨磨他的性子。这个李小草真是个告状精，等找个机会，一定要把他给处理了，省得天天吹耳边风。半个时辰后，李老四揪着满脸不服气的吴二狗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吴翠花一看，心疼坏了。李老四，你撒手，你勒疼二狗了。勒疼他，老子还想踹死他呢！什么玩意？真当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少爷，跟人家学大手大脚花钱，也不怕气得你爹从坟里跳出来捏死这个不孝子。爹爹，二狗舅舅犯什么事了，让你这么生气？